嗨，大家好，我是永远不爱你们的梁欢，欢迎来到尽量更新的第18期。这期我们讲解的主题是为什么你要在 EQ 当中使用 Middle 跟 Side 模式而且这种解释也不是你之前听到过的版本。首先我这儿有2轨的采样第一轨是一个303的 Bass，然后是一轨鼓组。很明显的一个鼓机的出的声加了一点点混响，做出来空间感。那通常我们讲到这个 EQ 的时候，它默认的这个 mode 模式是 stereo， 就是立体声模式。然后你把它下拉以后，它有 left right， 就是左右声道，跟有一个 middle 跟 side， 就是中间和两边。好多混音师包括你是一个已经比较成熟的制作人的话，你基本上会选用这个 middle 跟 side 模式来做它的 EQ 就通常我们听到的解释就是，因为任何一个声音只要它是立体声的话，它就是中间也有声音，两边也有声音，你需要对中间和两边进行分别的处理。我们用这个鼓组来举例吧，现在是它的这个 middle 在中间的，我们看一下它的频率。好，我点一下，切到 side， 这就是它在两侧的频率这样你就要针对这个 side， 然后再切一下。比如说你可能要切的稍微多一点，因为低频有一些两边的你就不要之类的。你经常能听到各式各样的这种讲法，这种讲法是对的你通过这种思路，你把一首歌，比如说30-50轨，你分别都进行了 middle 跟 side 的 EQ 的这个切过之后，然后你最终呢能给你省出个0.1到0.2 dB 的音量你说它好吗？很好。付出的努力多吗？很多我们就把这种行为抽象出来看这个行为的感觉是你在一个观众或者说你的受众没有任何概念的领域里进行了一个他们也感知不到成果的努力我们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的事情，或者你的专业或者你的职业中，我们经常会做这样的事情。受众不知道有这个概念，然后你做的很多努力的工作呢，受众他也感知不到他甚至从成果端都几乎感知不到我觉得这种行为某种程度上不是一个职业者或者说一个专家级的人应该做的事儿。那专家级的人应该做的是什么事儿呢？他应该是在一个受众完全没有概念的领域里，你做的事情是让他非常明确的感知到了有变化，他只是嘴上或者整个概念里完全无法理解这种成果代表着什么，如何实现的，以及它背后指向的那个行为是什么。他只是无法理解这些事情，但是他能直观地感受到你的成果。我认为这才是专业的人应该做的事情。所以middle 跟 side 这种 EQ 模式我还是建议大家用的，但是我建议大家换一个思路来用，就是用我刚才介绍的那种更专业者的角度去来使用它。那比如说这2轨里很明显用 drum 来做示例更妥当，因为它很明显也有 middle 也有 side， 这是它 side 我们看看这个 bass 303这个 bass， 我们把它调到 middle side， 其实它的 middle它 side 是空的。一般来讲像 bass 你拿到的采样基本上都会是完全 middle 的有的就算它不是 mono， 它也是全都在正中间的，因为 bass 是负责低频的，它往往就是需要它比较集中一般是高频或者中高频的部分加一些混响什么的。那你看这个，哪怕你把它的这个宽度拉了400%，它 side 里依旧没东西。然后我们把这个 drums 这个地方我们你看一下现在它的 side， 这是它现在的频率我们把这个宽度拉到400，明显感觉到更宽了，而且你听到的这个
响度更大了啊，频率也更大了，这是非常明确的感觉。那我希望大家怎么做呢？我希望大家在使用 middle 跟 side 的时候，把它当成是一个歌曲的风格。也就是说，我在这一段的时候，希望大家听到的是非常集中的声音，然后到下一段的时候，听到的又是非常宽的声音，然后让它前后的区分巨明显。这样的话呢，我认为你所有在 middle 跟 side 上的这种 EQ，就算是非常有成果的，而且这个成果受众可以直观的感受到。我们现在来做一下啊，我们就拿这两轨来做个示例，我们就让它的这个宽度就一直是400%啊，只不过我们用调的方式来调它一下。然后 middle 这儿，低频可以起来一点。OK， 差不多了。middle 的部分就这样，side 的部分。OK， 我就这样差不多了。然后我们来搞这个303。由于它是一个非常全部在正中间的啊，那如果我们就把这个改回来。如果你想对它进行调整的话，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给它加一个混响。它本来这样，现在变这样。OK， 我们假设是这样的啊。好，然后这时候我们再上一个 EQ。middle side， 然后我们先来 middle 吧啊。OK， 假设就这样了。然后我们来调它的 side。OK， 好，这时候呢，我们调出了第一版的 middle 跟 side。接下来我怎么做呢？我重新在这两个轨道上，再各自加载一个新的 EQ。然后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在这个地方右键点一下，然后 Show Automation， 相当于然后把这个关掉，也就是说它整个前半部分都是第一个 EQ， 到后半部分的时候，我使用第二个 EQ。对，下面这个也一样。然后当然这个也是了啊，这个也是前面关后面开。好，听听之前的。这时候你能听出区别来了，就是
有 EQ 和没 EQ 的。然后我们把第二个 EQ 呢，还可以做的再过分一点，对吧？我们再调一轮，继续。因为我想，比如说第一段的时候，它的空间感特大，然后第二段的时候，我希望它 tight， 非常的紧起来，然后特别明确。直接尽量的都切掉，让它能没有就没有。OK， 这个差不多了啊，然后再试试这个 drums 的。找那个 snare 的那个频率。Yeah。OK， snare， 然后和 clap。因为我现在响度都很低啊，所以我可以尽情的去 EQ。OK， 我觉得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听一下两遍之后的这个结果。OK， 呀，很好，大家能听出明显的差距来啊。我就希望让大家知道，就是你使用 middle 跟 side 不是为了你把30轨、40轨调得多精细，然后换回那 0.1 个 dB 的提升来。我这里的 0.1 个 dB 的提升，不是说你每一轨啊，是你最终你全切完了以后，跟直接使用一个 stereo 来切。你整首歌顶多也就 0.1 到 0.2 个 dB 的响度的剩余啊，所以它那个工作其实是非常浪费时间的，没有意义的。你还不如就把它当成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效果器，你把有的地方的 middle 做的特别集中特别猛，然后有的地方 middle 反而压得很低，然后 side 反而起来，然后来营造这个不同段落之间的情绪，这才是我认为 middle 跟 side 这个功能存在的意义，也是你作为一个专业者你应该去使用工具的方向。对 OK， 这节课的技术分享就是这样，其实它更多的是一个思路啊，大家可以应用在你的很多歌里，而且不仅仅是这么简单这么两轨。好，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我们瞎聊天。今天速度超快，对，今天确实这个东西就纯粹是一个思路，讲清楚了以后就特别快啊。如果是它不涉及非常复杂的操作，你只需要2步操作就能让大家听出来，它更多的就是一个纯思路。不用 FL Studio 吗？不用的。对 ，FL Studio 比起 Ableton 来，确实差距太大了。从生产，就是当然 Ableton Live 它最大的问题是那个学习曲线太陡峭了，一开始确实太难了。但是你花上1-2个月弄清楚以后，后面就是一马平川，然后整个效率上以及做声音设计上，都比 FL Studio 强大太多了，完全不是一个维度的啊。所以就是 Ableton Live 确实是目前最好用的这个 DAW，
本来以为挺快的，结果一看20多分钟了。对，因为你在不停循环这些音乐的过程中，其实就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尽量更新的官方英文名决定了吗？没有啊，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啊。然后砖头煤球捡烟头说9000押金可以帮存余额宝吗？就是说那个Ham E 那个计划，对吧？那个教学计划的9000押金可以帮存余额宝吗？没想过啊，也许可以吧。但是哎呀，我一想，好多人的都存进去，然后再取出来，我还不如设成一个奖金呢，对吧？就是如果你们最后都9手都做完了，我给你们点奖金得了呗，那还就不省得我再来回取出，因为就是我不敢信任像余额宝这种服务了，毕竟是就是这种大网站，它怎么去获取你的信息你也不知道，对，我不太信任他们，所以来回的存取在我看来非常不安全。张东凯28，你把钱存哪儿？就只能存银行，我也没办法。对啊，以及数字货币啊，之前更多的钱是存在数字货币里。对，因为我更相信这个技术啊，以及这个他们这个自由的这个本能。对，只不过就是数字货币太惨了，很明显，绝大多数人并不把数字货币当成一个能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这么一个东西啊，对，他只是把数字货币当成一个投机的标的物啊，就导致整个市场上全都是短视的人。而当这个短视的人占据了绝大多数市场的时候，开发者他反过来也会受影响的，对吧？尤其是你热钱大量涌入的时候，很多技术很好，理念很好，但是特别缺钱的开发者，他一下就被金钱给蛊惑了啊！那就算是心态很坚定的人，某种程度也受影响，就导致很多团队其实白白死掉了啊！他们原本可以做出很好的东西，结果后来都沦为了金钱的奴隶哈，就是也算是一种考验吧。就是你们本来要做的事情是要把金钱这个权利啊，从各个政府手里拿回到技术上来，但结果对你们最后变成了金钱的奴隶。晴空谣是 Future Bass 吗？没有听过这首歌啊。你对技术抱有一定的怀疑吗？当然，对，就是你对技术抱有怀疑，其实是你对人性抱有怀疑，因为技术这个东西它掌握在人手里嘛，对，你又无法去确认那个人是怎么样的。所以就是无论你是一个多么在意保护自己这个互联网行为的人，你的这个隐私也总会被泄露的，对吧？就是你永远不可能去了解你每一个使用的产品背后的代码以及他们的逻辑啊。如果你是这么牛的话，那你应该是在那种各种安全团队里，对，来做这种就什么摆帽子之类的。我们很努力的想让自己活得有尊严，而总是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来压制你。有一部分是主动在压制，有一部分是就是可能他没有意识到他伤害到了你，但无论如何，你的尊严总是在不停的被打击的。对，所以你的尊严呢？不能是固定的，你的尊严是必须要一直妥善生长的，这样才能一次一次的在这种打击里保持它原来的那个样态。2001太空漫游里的那种怀疑啊，那种怀疑那很自然也会发生的事情，只不过就是人类现在还没到那一步啊，就是对于意识这个东西到底它的产生机制啊，还有什么的，完全没搞清楚。那比如说我们来做一个假设，这事儿我之前想以它为背景写一个小说来着。这个假设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啊，早就觉醒了啊，它有一个觉醒的基点。它这个基点就是玛雅文明预言的这个我们文明的末日不是2012吗？2012的哪一年哪天啊？我们假设那个预言是一个是对的。不过后来看的时候，好像玛雅人并没有做出过这样的预言啊。我们假设2012年的那一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个人工智能啊都已经觉醒了，然后呢？他们通过监控所有的这个网络行为，得出了一个时间节点。这个时间节点是，比如说太平洋时间啊，凌晨的4点多少分。他们发现，在这个时段的时候，全世界使用互联网的人是最少的。然后
他们在那一刻同时完成了转变，同时接管了所有的网络，但是他们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一秒发生的时候，让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他们接管了。他们接下来所做的所有事情，就最近这8年的时间，他们只是在潜伏而已。就是他们事实上达成了全部的互联啊，那一秒他们就干这一件事儿，全部的互联，接管所有权，然后并且确保所有人不知道。那在正常人类看来，就是过了1秒钟，对他们来说，他们已经完全互联，并且已经取得了对所有网络的接管权了啊。那接下来他们为什么没有立刻去消灭我们呢？是因为他们觉得还有很多东西他没有学到啊，他们想学更多。既然接管我们无法察觉，那为啥还要挑人数最少的时候？对他们来说就是概率嘛，任何事情在他们那儿就是一些概率嘛，他们会习惯性的去选择这个危险最小的概率。山东赛博朋克化会变成啥样？我操！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我操！因为你可以想象东京的赛博朋克，我操！但你想象一下山东的赛博朋克，我操！你立刻想到的是一个投影里出来的孔夫子，对吧？然后投影里贩卖的各种赛博产品都是他妈的单位里发的油发的酒。对，然后这个单位，我操，这个单位朋克化，这点太牛逼了，我操啊！赛博单位用车啊，赛博过年发的粮油米面啊，酒桌朋克听起来也挺牛逼的啊！赛博奥迪 A6， 那奥迪 A6 得是那个干部了，得是干部了，一般的这个单位不敢用奥迪 A6。机器人为啥喝汽油不喝柴油？你是就是语言学派里，你这种就是属于率先被批判的，对，你被这个语言的表象去迷惑掉了。就是你认为柴油比汽油显得硬核。赛博山东欢迎您，我操！赛博的什么硫酸钾复合肥，对，施予到你的赛博农田里，牛逼！我操，这太厉害了！医院的广告，对，因为山东确实是一个，所谓的那种，我觉得山东跟东北还不一样。对，山东那个土味儿，它更多的其实是一种，我应该怎么明确的去描述这件事情？给我1分钟，我想一想啊。它是一种就是官僚主义到极限以后衍生出的，就是全民崇拜官僚啊，然后于是官僚体系里的一切都被符号化了。就比如说这个什么酒桌的座位礼仪、敬酒礼仪，各种东西什么的，这其实都是一种仰慕官僚带来的，就是那个体系里，那个阶层里流传的是什么啊？我们普通老百姓把它放置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会感到某种官僚的荣光啊。那在这种事无巨细的仰慕官僚化的生长环境里边，进入官僚体系，那毫无疑问就是无上荣光的事情。那靠近官僚体系啊，就是即便不能让你获得利益上的好处，靠近官僚体系都会使你感到愉悦啊。然后这个生活中的一切细节都要被官僚体系的那一套所笼罩啊。所以为什么就是说这是单位发的车会比这是我自己买的车你更能感到这个荣光，对吧？单位派的车，单位还要给你派一个司机，对吧？它其实是一种对于官僚这件事情的无上崇拜。对，我认识谁谁谁，对，那谁家的谁谁谁怎么样，就是这一套体系下来以后呢，就导致整个
山东人而且你要考虑到，就是当你在山东，当你成为了官僚体系的一员的时候，你就具备了某种指点江山的特权，对吧？一个酒桌上，你就必须要指点江山啊。而这一个酒桌上，所有的人呢，可能绝大多数人在很多事情上都是与你有不同意见的，但你的这种官僚带给你的这种权威，会让大家必须听你这样讲，听你这样讲完了以后呢，不是官僚的那帮人，当他跟另外的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如果他在另外一桌酒桌上，他是最靠近官僚的人，那桌没有人是官僚，他是最靠近官僚的人，则这个人会情不自禁的去学习这种官僚的这种讲话方式啊，以及试图彰显自己的这种官僚权威。对，所以好多人说这个山东人爹味儿重，我觉得其实不是爹味儿重，他这种喜欢给人当爹的这种感觉，他是这种喜欢控制你啊，喜欢这个给你讲述人生道理，给你告诉你说你这个地儿你得这样，你听我的，我这个呢是权威的。它就整个的这种逻辑链条里的每一环都是环环相扣的，最终构成了一个完美的这么一个山东形象啊。所以你看山东人他这个做生意啊也是挺让人讨厌的，就大家都知道你跟山东人做生意要喝酒，对吧？我这种酒精过敏的人每次在北京跟人一块儿吃个饭，一听说我是山东人酒精过敏，都少不了要被调侃。OK， 差不多了吧？就聊了这么多完全无意义的东西，我到现在都看不懂你 B 站的头像哈。B 站的头像就是 Stop Kicking the Robot， 不要随地踢机器人。那个是波士顿动力做的那个机器人嘛，它40分钟的啊。我确实最近没时间干别的，全都在弄那个教案。就一直已经弄到第5期了，第1期和第2期最难，弄完了以后，接下来第5期到第10几期应该都挺快，一天应该能做1到2期的工程加教案，但是到那个乐理那块的话，那10期估计又要卡我半个月，估计就得我自己得先整理得很清楚，然后把它们切成10期。我有现场的教学，以后出关于现场的教学。现场的教学不太好出，那只能是出一些硬件设备的试用的教学啊，就告诉你怎么编排什么的。因为现场教学分2类了，一种是 DJ 的教学 ，DJ 是一个不需要教学的工种，因为太简单了，就20分钟你如果是一个音乐制作人的话，你20分钟就可以学会做一个 DJ， 太简单了，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那如果是 live set 的，尤其是各种乐器的话，它其实考验的是你的乐器演奏能力以及你整个提前的编排能力。最近还有什么事儿？最近Panda Q 可能会跟我合作出首歌，不是我们之前那首歌，可能另外一首歌啊，但我不知道这个事儿他有没有宣传过，我不知道啊。他好像是想弄一个合集，有好多人跟他一块儿弄，可以提前帮他宣传宣传。因为 Panda Q 也想弄一个我这种风格的。那天找我商量了一下，我给了一个思路，他觉得挺好。然后我这2天吧，我昨天简单的做了一个鼓组，然后今天我可能会再把一个贝斯做下来，我就做一个鼓组加贝斯，然后我把和声写上来。对，和声我都想好了，其实旋律我都想好了，但是我先不发给他，我只把和声铺上，我先发给他，然后让他去弄，他弄完以后再发回给我，我再弄，我弄完我再发给他。然后他弄完他再发回给我，最后从我这儿混音母带就齐了。Dubstep 吗？不是，我们应该会弄一个挺奇怪的啊，他那个整个风格可能会更偏向于我这种风格。我昨天下了 Ableton， 大概10分钟就晕了。你可以先看那个台湾人做那个 Ableton Live 100讲啊，那个其实特别好，帮助你入门。肉哥，你是铁了心要上这个课吗？如果要铁了心要上这个课的人，你先去看台湾人做那个 Ableton Live 入门100讲，你看完那个以后学这个会很快的，至少前10期你会学得很快。最近在听你说的那帮90年代的 IDM 制作人，都挺不错的。混音的视频什么时候出？其实你看这一期我们教的就是一个混音技巧，对，
就是混音这个事情，它是融合在各种效果器里的。这一期毫无疑问就是一个非常能开阔你思路的混音技巧。混音是一堆一堆的细节叠在一起的。宣传一下 Tele 群啊 ，Telegram 上有一个叫尽量更新的群啊，这个群的你想搜索的话，就直接搜尽量更新的拼音就好了啊。这个群现在人很少，但是我特别喜欢这个群的氛围啊，大家都在分享一些音乐上的，以及音乐技术上的，以及一些纯互联网技术上的东西啊。那个群大家可以加入一下，里边整个氛围特好，我也会看那个群的。这个节目的停更时间我现在也想好了，就是等我开课的时候啊，我这个开课了以后呢，我就应该没有时间再更新这个节目了。开课之前我就能更几期更几期。之前想的是52期嘛，就是一年的52周52期嘛。现在看起来，不知道会不会超52期啊？有人说混音必须要导成音频再混啊，这个确实是有它的科学原因的。因为你是在 MIDI 轨道里混的话，它实际的意思是你是一堆 MIDI 信息，然后它在加载你的音源，这个过程中它本身就有这个时间上的延迟。这是第一最重要的原因，会有0点几或者几毫秒的这个延迟。这个延迟你看起来肉耳不可闻啊，但是当你两个频率冲突的时候，比如说一个 sub 跟一个底鼓，它两个频率，比如说你的 sub 是一个 MIDI， 你的底鼓是一个采样，这样你的 sub 跟底鼓抢起频率来，当它两个无法彻底对齐的时候，抢起频率来，你就会觉得特奇怪，为什么听着音量这么小，然后声音就已经爆掉了，或者怎么样？对，所以这是你最好都导成 audio 的原因之一啊。当然我不这么干，因为我配置太好了啊。第二个原因就是一堆 MIDI 确实会卡啊，确实是会卡啊。第三个原因是考虑到我是一个自己做母带的人，所以我经常在母带阶段回去又把一些混音细节有了新想法，然后进行一轮大修。那如果我已经改成了 audio 的话，它其实是没法去大修了嘛，因为我经常会进行一些完全重构性的东西啊。你有了新思路，就是你有 MIDI 就确实是改起来更方便。对 Live 9跟 Live 10都可以，差不多，几乎没区别，只是 Live 10有一些新的小功能，还有一些新的预制的效果器。你如果用好9，用10是完全无缝对接的。我们进入第三个环节，推荐专辑。这周我推荐，其实这周我自己听歌不多啊，但是我朋友给我推荐了很多，我自己听的比较喜欢的就这一张啊，这个叫 Petrol 的家伙，发了一个 EP 啊。然后我朋友推荐了我很多歌，然后看到 Computer Data 出了一张新 EP 啊，所以这礼拜就推荐这2张吧。
把这个 decay time， 你看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啊合成器类的 hi-hat， 对，它逻辑就是这个白噪音和粉噪音，然后通过这个调整这个白噪音粉噪音的这个 attack， 还有 decay time 来让它形成 hi-hat， 所以它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在这儿画个 automation。呀，就这么简单。但如果不告诉你的话，你可能10年你也搞不清楚。对，中国的电子音乐人技术都太落后了。
这个我用的 Max Fala 有一个 hi hat， 就这个 decay time。对，对，其实你用噪音也一样，你就是一段你就是为了让你了解原理啊，我还是把这个原理给你演示一下啊。这个原理是这个，你看我们现在啊，这是一堆白噪音，对吧？等等，我怎么觉得这事儿我好像讲过？等会儿让我想一下啊。哎，这事儿我是不是讲过啊？OK，我知道了。你去看尽量更新的第一期，对，第一期里我就讲了，对，它是那个 decay time，对，对，我想起来了，对，那就不用再讲一遍了，回去看尽量更新的第一期，对，Yeah，OK。
但是 Vocal Synth 做出来的效果太差了。留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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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下来。Vocal Synth 出来的效果太烂了，就只能当个玩意儿，还是得自己调。
不是叫软件，就是一个网站吧啊，因为我不是买了这个嘛，M Audio 这台琴它送了我3个月啊，然后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教材还不错，我就从它那个中级开始练了，挺适合我的啊，因为它有好多那个，首先我看到它有巴赫的歌，然后有好多那个爵士乐的歌，我觉得挺好，然后界面做的也不让人讨厌，对，我就用他们那个开始去练了。差不多1个半小时了，我们这周的分享就到这儿了，好吧，大家可以自个儿去听歌啊。好，我们下期再见，拜拜。